嗨嗨，各位，你们好呀！我来了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快乐，大家都快乐。我刚刚吃完饭回来，吃了啥？吃了这个广式的餐厅，吃了烧鹅，吃了煲仔饭，吃了好多海鲜，吃了好多好吃的，还吃了梅菜扣肉，还吃了还吃了什么？我想想，好多哦。今天晚上是那个我跟着那个 Henry 和杨洋，然后跟着他们去吃饭了。他们家人一起吃饭，然后我跟着去了。对，今天在澳门玩了什么？今天我本来早上想去蹦极的，想去澳门塔蹦极的，但是这怎么说呢？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，就 J 人啊，也是有点，我觉得我有时真是又 J 又 P 的。怎么说呢？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想好了，我今天要去澳门塔蹦极，去拍一个想拍一个 vlog，然后发一发。但是昨天晚上等我想起来要预约这回事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凌晨的1点多，然后已经预约不了了。然后本来想着碰个运气，今天看下去现场看能不能能不能就是约到买到票，然后结果呢，今天打电话问一下，说今天是搞什么情人节的什么特别活动，然后所以今天没有蹦极，对，就很可惜。然后明天时间又不够，明天去不了，真的。就每次上次来澳门也是想蹦极，然后上次呢也是天气不好，然后就没有去成。对，然后而且上一次好像对上一次脚也受伤了，也玩不了。然后这一次来了，今天天气也不咋地，今天天气也是阴天，然后雾比较大，然后本来早上想去拍件好看的照片啊，就没拍到很多好看的照片，但还是有拍到一些啦。早上去了渔人码头，还去了那个什么街，我忘了。你们也想来打卡？关野街没错，关野街是后来我跟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去了关野街，因为我早上是一个人出去的，一个人出去拍东西，带着经纪人还有对拍摄的姐姐一起出去，帮我拍了一点东西，然后呢，很可惜没去成蹦极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肯定要就是好好的逛一逛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就以我的这个性格呢，不喜欢在酒店待着，那能出去尽量出去。去你心里蹦极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？会有失重感吗？心梗的感受。你今天也在渔人码头，有人说他今天也在渔人码头，你几点在啊？你几点在？我渔人码头我几点去的？我11点多我就去了，11点多去了，至少在渔人码头那边待到了将近1点钟吧。
我本来的目标呢是，本来的想法是今天早起，然后去蹦极，就是有这个，就非常开心可以去蹦极，然后所以早起了，然后没想到今天早起之后告诉我今天蹦不了，玩不了，就等于白起了。但是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做好了这个的预想，就觉得有可能会去不了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了一个 Plan B，Plan B 就是去渔人码头，去那个渔人码头的那个斗兽场，拍了一点照片，刚才也全部都发了，是吧？谁给拍的照？经纪人拍的照，谁给拍的照？蛋挞还没有吃，蛋挞打算明天。在澳门有什么哪一家的蛋挞好吃？有没有人可以推荐的？牛杂吃了，安德鲁，安德鲁我知道，安德鲁我上次来澳门的时候已经吃过了，但已经忘记是什么味道。我特别喜欢吃蛋挞。有谁是明天来看演唱会的吗？举手。挺多的啊，挺多的啊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对，说 Dream 他们好像也来澳门了，是吧？他昨天陈乐给我发消息，他说我明天去澳门，那我说哎，我现在在去澳门的路上，的去澳门的飞机上，然后他们今天晚上来澳门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他现在应该又在哪打球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又不住同一个酒店，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吧。哪吒二没有看，不讲了吗？没有机会去看，我也想看，一天天的看着大家都说看哪吒二，然后哪吒二都现在票房100亿了，那我这不得看吗？这肯定得看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没有时间看，那我又能怎么办呢？那就是等喽，等了哪天就是有那个上线什么这些视频网站的时候啊。到时候肯定要去看咯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指的视频网站是正规的网站啊，付费的啊，严谨一点，付费的。嗯哼，哪吒还有 IMAX 版本啊。我说实话，我虽然没有看到这部电影，但是呢，它第一部我看过了，
第一部我是看过的，然后我记得印象当初它很好笑，然后最近经常就是会刷到很多这部电影的配音演员的一些片段，然后饺子导演的一些的那种现场演绎的片段，我会觉得哇塞。我知道剧好看，剧好看，剧好看，肯定的。第一部我就觉得很好看了。很好哭，很好笑，太点纸。哎哎，我看电影很少哭的，不信，真的，我看电影真的很少哭的。变魔术，我跟你们说，变魔术就是说吧，我本来已经想好要变成魔术了，然后我连道具我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在出发那一天，因为我是当天整理的行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那个道具塞到行李箱里面去，忘记了。真的忘记拿了。再给你们变一条蛇。还想看什么？哦，是太乙真人，他的口音我特别喜欢。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好喜欢那个口音啊，真的。这是哪里的口音啊？四川口音，四川口音哦。川普，我以前好多朋友都是四川人，然后就听他们讲川普，我就觉得很有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亲切的感觉。你打我噻！没有喝酒，我现在不爱喝酒了。我现在怎么天天讲我喝酒？我真的，我现在一个月能喝一次酒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记得我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喝，每天都在喝，而且都是喝到自己醉的那一种。但我这一次回去，我才喝了2次。对，回去好几天我才喝了2次不到。跟我朋友喝了1次，然后跟我家人喝了1次，没了。没错，少喝点酒。喝什么酒呀？真是，哎。但是虽然我不喝酒，不怎么那么常喝酒，我喜欢囤酒。我喜欢囤酒。
囤一些好喝的酒，然后囤在那个地方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对，也不是收藏，不是收藏，就是囤着。我就觉得就是家里面没有，就是一两瓶好酒的话，我觉得就心里就觉得不适应。对，不管是红酒还是 whisky 还是白酒，都会囤一些。上一次直播我说我喜欢囤药，今天又说我喜欢囤酒，所以你就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家里一堆囤的东西，买什么东西都要买两个，基本上。比如说我买洗面奶也是，洗面奶也是一买两个，然后买什么卸妆水也是一买两个，然后还有牙膏，就反正就这些东西喜欢一买就买两个放在一个地方，就一定要会有一个备份，这个万一哪天用完了，然后我就一定会就是会把囤的那个拿出来用，然后马上会买个新的，就很有安全感，真的很有安全感。你是仓鼠，我不是仓鼠。松鼠。其实我现在有一点困，因为早上实在是起太早了，昨天睡太晚，今天起太早，就没有睡很多。然后今天等于暴走了一天之后要去彩排，彩排回来然后吃了一个饭，吃完饭甚至困了。我几点起的？我大概10点多。到我昨天晚上是5、6点才睡着的，睡不着昨天。对啊，失眠啊。哼，当然是早上5、6点，当然了，要不然下午5、6点睡到第二天10点。直播睡觉不要，我睡觉会发出一些比较不好听的声音，但我不会打呼噜，我也不会磨牙。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讲过，我睡觉会发出一种就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对，梦话也小时候以前会说，现在最近我也不知道。你们知道有那种录梦话的软件嘛？就是会录你，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会发出来什么声音的软件嘛？我以前试着下载过，然后录过，就是你知道一发出声音，它马上就会自动开启录音。对，然后我下载软件，我录过之后，有一天我看了我一个晚上，一直在发出声音，然后一直发出什么就是
有点像那种骑摩托车那种加速那种感觉，就类似于就是就有点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听我都觉得这什么呀，这是。但这不是打呼噜，不是打呼噜的声音，会发出这样的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就是引擎的声音，真的。鼻炎的问题，应该我不知道是跟鼻炎有没有关系。我以前没有鼻炎的时候也会。那睡觉也要戴头盔了，因为睡觉也在骑摩托车的话，那睡觉也要戴头盔。肖俊说做梦梦到我说了什么，然后笑醒了。关于这个，昨天他有跟我讲过，在飞机上的，因为他昨天坐我旁边，然后他说我梦到你了，我说干嘛？但是我笑醒了，然后我说啊，然后他说我是在一个什么采访上面说了什么话，然后他不记得了，但是他说我说了什么话，然后他笑醒了，就是呵呵呵，那笑醒了，他特别兴奋跟我讲，然后我说哎，那你又不记得你说了什么？你没有笑醒过吗？我也有过，我真的有笑醒过。但我也不记得我笑醒是怎么样了。你们做梦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梦？像我以前就是喜欢做一些飞在这儿飞到那儿的梦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感觉你就地球没有引力了，就是你随便的，就是弹一下或者用手这样扇几下，你就可以飞起来那种梦。但我真的很少很少做噩梦，真的梦到我了，那这是不肯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梦到和别人吵架，气醒了，打丧尸，梦到考试交白卷，这个我也梦到过。哎呀，让我看看啊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变。一直有人说要变魔术，变魔术，我看看这是周边的有没有什么道具。嗯，我先试一下啊。哦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
稍等，我在练习啊。拉窗帘。好，稍等一下，看这个窗帘在哪关。窗帘在哪关啊？不对啊，这厕所灯。稍等一下啊。但这个是房间的窗帘，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。没动哎。好，找到了。就这样看窗帘拉下来。我刚把你们放在我的胸前，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胸前，不是把你们放在我胸前，把手机放在我的胸前。对对对，情人节特供，情人节特供。让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变魔术。牌我是真的有啦，但我用牌我不知道可以变什么魔术哎。牌是有的啦，因为我行李箱里面一直会放一副牌，就是以防不时之需，就是以防万一啊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牌变点什么东西的时候。看一下。在找一个东西，稍等。一支笔，找了一支笔，然后呢，再简单玩一个。突然间想到一个，这是一个纸巾，这有一个纸巾，然后呢，我的纸巾上面呢，这样，我先随便的，我先写一张牌吧。我觉得应该是这张牌。OK， 我现在写完了，然后呢，我把它这样折起来，然后放在我的腿上吧，是你们可以看见的地方，为了保证我不去换它。然后呢，我这里有一叠牌，我随便洗。随便洗啊。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！洗牌翻车喽 ！OK， 随便洗。这样，1、2、3这3个数字，你们随便说，随便说。我看哪个数字多，我等会儿就按照哪个数字来。2比较多，现在目前3也比较多，
一比较少 ，OK， 行吧，我看三现在是比较多的状态啊，这个是完全没有，就是说任何的那个去做鬼啊什么的。三的话，我这样把牌呢分成，这样吧，我随便拿一个一叠、一叠、两叠、三叠，我拿了三叠起来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啊，洗个牌。哪一个？哎，这可以发起投票吗？可以在这里面发起投票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这功能。哎，有哎，哎有哎，这样更好了，这样更好了，这样，哇，好聪明啊你们！创建标题魔术，这是在微博里面是可以看到的吗？好了，开启了，开启了，开启了，你们去投啊！我先洗着牌，我先把牌洗着，你们先投着啊！啊，会同步发微博啊？啊，是吗？啊，那我等会儿要删微博。OK，哇，好高级啊！现在微博直播这么高级啊！这样哈，这下1分钟之后截止啊！我牌我就要先放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，放在这儿吧，放在这儿吧，放在这儿吧。为什么都看不到呢？放在这个，就放在这个纸上面吧，好不好？这样放在上面，免得它洒掉。你们随便选择啊，随便选，随便选。这样，我把这个都先这样放着，然后我看一下目前投票结果啊。哦，目前投票结果是三比较高一些，三占了46%啊。OK，这样啊，那我就先关闭这个投票了。好，选三的比较多一些，来，先放回来，这样，还是一样，那三叠，差不多一叠、两叠、三叠，你们觉得拿多一点还拿少一点？多一点少一点，随便。哎呀，又要创个投票吗？算了算了，我随便拿，我真的随便拿一点啊。三叠，OK，拿了三叠起来了。我把剩下的牌呢，我给它放在旁边。拿了三叠起来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就是数数看，看这是桌子拍得到吗？这个，哎呀，一起来数数看，我把这个也放在这里好了。它有多少张牌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张牌，对不对？29张牌，对不对？刚刚29张牌啊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我把剩下的牌先放在这旁边来。来，29张牌，这样看的话，这第29张牌是这张牌。那如果刚才呢多拿一点的话，第28张牌可能就是这张牌，但是呢这是第29张牌。如果再多拿一点的话，可能是这张牌黑桃 Ace，但是呢偏偏就是拿到了这张牌，对不对？黑桃3，黑桃3。
This is magic, magic 。又被装到了。臭屁可爱，就你们自己投票啊，拿3哦，3哦，所以我拿了3叠哦。而且我完全真的是很随机的在拿牌哦，我还办不到，就是真的是有那种魔术师，他们就是比如说拿一叠，可以知道哎这里多少张牌，对吧？但我还办不到那种，我看我现在我要感受一下，我大概试一下，比如说这一叠拿少一点试试看，这里大概9张牌试试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练过这个，这个是纯运气，纯运气啊！再来一次，下次应该就不会对了。这里应该有，哇，刚才那是9张，这里应该有个15张、14张、14、15，我感觉应该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等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这是纯运气哦，纯运气哦。我没有练这个东西，我真的没有练过。这个我真的没有练过，因为这牌拿的比较少，比较好估计，你知道吧？等一下，不，再来一次。我猜这里应该有22张、21张、22，可能会更多哎。我看一下，我感觉会更多，应该有25张有吗？没有，22张牌吧，22。再试一次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23张，吓死了！23，我真的没有练过，这真的挺随机的。这个前面两次纯运气，真的。这种是一种编排方式啊，就是只要把牌呢，你看这样转一圈，它就可以变一张牌啊。上春晚上不了，春晚了还是不行。春晚呢，就我们的刘谦老师还是太厉害了，就是比如说你看，烦恼拿出来丢出去这样啊，不行，上不了。开课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牌丢哪里去了？不能少牌啊！丢出去还是要找回来。就是刚才那下挺帅的，就是把牌丢出去，然后呢，结果还是要找回来。你要当拖，变魔术不需要拖的，真的。我变魔术一般来说不需要拖。我以前有看过一种，就是可以让牌就是这样飞出去，然后还是转一圈自己回来的，但我不会。
有个勺子，有个勺子，这样吧。我有个想法，你们稍等我一下，这样啊。我去拿了一个杯子过来，这里有个杯子，然后呢，刚好呢，这上面是玻璃，对不对？把其他东西移开一下。我的眼睛。然后呢，拿这张纸巾，这有一张纸巾啊。然后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我相信我应该知道，这个很多人都会做了，其实。这有个猕猴桃，哦，有点大，换一个好了。这有个西红柿，这有个西红柿，对，就把它盖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把它盖在这个地方之后呢，你看，我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让这个西红柿穿透到这个桌子下面去。好，圣女果 ，OK， 把它穿透到下面去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好是番茄，看啊，这完全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玻璃杯哦。然后这就是一个圣女果，你看我把它盖着，然后呢，用这个纸巾，刚才写了这个黑桃3个纸巾呢，你看，我给大家大概的。增加一下它的难度。稍等一下，我先拿个纸巾来。增加下它的难度啊。听不见了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看得到吗？圣女果在这个地方，杯子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可以看得见吗？是吧？看好了，准备了。哎，杯子下来了，圣女果呢？圣女果，哎，圣女果不见了，圣女果跑哪去了？圣女果不见，但杯子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圣女果应该是穿透下来了呀。啊，在这下面，在这儿呢。圣女果就这样穿透下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可以教大家，这个是那个刘谦魔术课里面有教过的，好像我印象当中。这个其实有一句话，刘谦老师他讲过一句话，就是用大动作掩盖小动作。不浪费，吃掉。纸巾盖在杯子上面，然后呢，尽量的用这个纸巾呢，去给它这样，给它弄成一个杯子的形状。然后呢，你看这样看是不是感觉像是个杯子形状？但是现在杯子还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在这个时候给大家看，弄成杯子的形状，但杯子现在是还在里面的哦。所以呢，敲一下，感觉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圣女果，第一个要先让观众先知道，这个圣女果是要从这个桌子上面穿透下去，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杯子会从这里穿透下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，
哎，这个在这里是不是？而这个时候呢，我其实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这个圣女果，但其实我拿这个东西呢，我其实已经可以让它这个杯子从我这里滑下来了，但其实它现在杯子已经不在了，对吧？但它现在其实还是有个杯子的模样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杯子呢，我刚才先，你看它现在手上其实还是个杯子的模样，对不对？但它其实已经不在了。然后呢，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啪啪，这样看感觉好像是我用这里的杯子敲了桌子，但其实呢，是我左手已经接到这个杯子了，然后用底下这个杯子呢，在底下敲这个桌子，懂吧？在底下敲这个桌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一瞬间的大动作，啪，感觉好像真的穿下去了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圣女果它其实还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然后他说哦，这时候先什么？哦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然后呢，杯子就穿下去了。但是圣女果呢，这个时候你看还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圣女果呢，其实也就是在你看哦，杯子穿下来了，这一瞬间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也是把这个圣女果偷偷丢在下面去。但是你丢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像这样丢哦，你把它稍微这样挡住一下，利用它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啊挡住，然后给它掉到这个桌子下面去，然后你再把它捡上来。好，圣女果也穿下去了，一起穿下去了，连着杯子一起穿下去了。对，就这样。这具体的教学你们可以去看刘谦老师在网络上面发的一些教程，他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很有用的教程。虽然你看上去感觉好像是很小的魔术，但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会在大魔术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手法。有谁开直播在教魔术的？杯子碎了，哎，当然啊，你这杯子你在往地上丢的时候，因为我这下面是地毯，所以倒还好。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杯子呢接住的时候，你得用手去接它，知道吗？千万得用手去接，不要让这个杯子直接掉地上，掉地上你的掉地上碎了，这个魔术就结束了。OK， 反正就这样啊，杯子是穿透。其实它每个动作都是需要用左手去接的。哎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就需要用左手去接的啊。正常情况下，实在不行呢，就是很正常的，让它这样掉下来之后呢，左手可以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在看这里的时候，然后你左手偷偷把它拿出来也可以，你不一定要丢下去，把它拿出来也可以。就是别人在看哪里，你的另外一个地方就要偷偷做一些小动作，知道吧？就比如说，你现在这个地方，当别人在看你这里的时候，你肯定是不可能这个时候去拿你这个番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容易被发现，真的很不容易被发现。你们具体去看刘谦老师的教学，他教的更仔细一点，然后看了他的，你们就会明白了。把番茄拍烂了，你可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用放任何的东西，不一定是番茄，可以放任何的东西，只要这个杯子可以装得下的，你都可以放。扑克牌，刚刚不是变了吗？就是随便变了一个预言魔术啊。勺子我没有带，我没有带那个可以变勺子魔术的东西。我以前习惯把一些小道具啊直接就放钱包里面，但最近
最近钱包里面没有带道具，我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稍等一下。没有带。怎么又开始打牌了呢？等我的，想听新年 TMI。新年 TMI， 新年有什么 TMI？ 新年没有啥 TMI， 有啥 TMI？ 有吗？你有 TMI 吗？你有吗？我问这幅画呢啊！我问这幅画呢，不要以为我房间有人。你有 TMI 吗？没人。自己一个人。别吓我，自己吓自己。我后面有人哦，好，多少年前的老梗了。吓谁呢？就像你们这种小朋友，我跟你讲。自己在酒店会怕吗？我不会，我从来不会怕住酒店，真的。但只不过有的时候住酒店会睡眠会不好，就是会失眠啊，这样那样的。所以我住酒店，我是越大的房间越好，我喜欢住大房间。没错，认床。啊，好热，不知道好像是这空调怎么没有反应。起来，脱，我里面穿了衣服。圣女果。啊啊啊啊！等下我不会卡牙齿了吧？看我照个镜子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卡牙齿了，好像。啊，没有，吓死了。
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个我在某次签售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是来过影通的维珍妮影通的粉丝，然后他线下他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坤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你很尴尬的事情。”然后我在想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很尴尬的事情，为什么尴尬的事情？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。然后他说：“你那天和我影通的时候，你牙齿上面卡辣椒了。”然后我就卡辣椒了，我就怎么想？然后然后他说我为了你的形象，我没有发出来。然后我说好感谢。对，然后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经常签售之前会吃饭，你知道吗？会吃饭，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，特别是影通的时候，影通签售之前会吃饭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刚吃完，然后就马上就上去了。对，那种情况比较多。但正常情况，我一般都会检查一下自己的口腔，检查自己的牙齿。但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怎么了，然后就没有检查，然后就等一下，不对啊！既然他一个人有的话，那个说明很多人都看到了哦，只不过别人没有发现。嗯，等一下，细思极恐。OK，OK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就是人生，强行上价值，强行上价值，这就是人生。人生总有那么一些坎儿，这些坎儿总能迈过去的。我们只能向前走，不用回头看。刚听到了什么不好听的声音？你们有没有人听过？就是那种楼顶上好像有钢珠球掉落的声音那种。然后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家住顶楼，然后顶楼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这种声音，是不是觉得就比较可怕？但还好我现在不是顶楼，对，我家应该是这个酒店里面的中间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今天是情人节，咱们不说这些。但是呢，我家真的很热，我想去洗个澡。所以呢，今天直播呢，就到这边了。对，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觉。情人节快乐，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好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我等等还要导照片，看今天还拍了什么好看的照片，还要导出来。拜拜，晚安，早点睡觉。拜拜。